好，大家好。那 backward 演算法呢，其实跟 forward 演算法非常的相似，只不过是 forward 演算法它是从前面走到后面，那 backward 演算法是从后面走到前面哈。那它要计算的其实是 bit 这样子这个 quantity， 那我们也是可以用一个演算方式来跟各位说明。那我们现在来讲的是 backward algorithm 哈。那 backward algorithm 它要探讨的是其实跟 forward algorithm 恰恰好相反哈。forward algorithm 是从前面开始算，那 backward algorithm 其实是从后面开始算哈。那 forward algorithm 要算的是 given 说 x1 到 xt 好，然后停留在t 秒的时候停留在 i 这个state 它的几率是如何哈。那 backward algorithm 是说哈，我现在从这个 t 秒哈，我停留在 i 这个 state， 然后之后持续的 generate 未来这些 observed sequence 哈，它的几率是如何哈？我们来探讨 backward algorithm。我们说 backward algorithm 哈，我们要算的就是 bit 哈。这个 bit 它的 definition 是长这样子哈，就是 xt plus 1哈，一直到最后一个时间点哈。我们如果说最后一个时间点是 capital 大 T 哈，那我们从这个第 t 秒再从 i 这个 state 出发哈，那它的几率是多少哈？那我们最后希望一样是跟这个 forward algorithm 一样的是去看看它跟这个 bj 哈 t plus 1它的关系是如何。那这边的 definition 那当然就是写成是说pxt plus 2哈，一直到最后一个时间点，然后从这个 pi t plus 1equal to j 好来出发，那这样的结果是如何哈？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东西怎么来说明它之间的关系，就是如我刚刚讲的，他们这边有一个关系性，那这个关系性一旦建立了，我们就可以用 recursive 的方式再次的定义说这个bit 是如何哈。那我们来看看说这跟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？好，我们先把它依照用下一个时间点哈来展开哈。下一个时间点哈，我们说或者说下一个 moment 哈，它走到这个 dj 这个 state 哈，然后呢还是一样是 condition on pi t 好 equal to i 好这样子的结果哈。那我们进一步来看看说这个 probability 哈，它代表的意义哈。那 probability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来说来 factorize 哈。那 factorize 我先把 t 加1秒相关的这些 information 把它抓出来。好 ，condition on pi t equal to i 哈，那剩下的把它写在后面，所以剩下的就是x t plus 2哈，好一连串到 xt 好，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这边这个哈跟这个哈放在这里，那剩下的东西放在这边，然后 condition on 哈前面出现过的部分哈，前面出现过的部分就是 xt plus 1哈 pi t plus 1，那当然还有原来有的这个pi t 哈，那这边用到的一个基本的这些几率统计相关的这些很简单的 formulation 就是说哈，我们写成说 pa 好 b condition on c 哈，它等于 pa 好 condition on c， 然后 pb condition on 好 ac 好，就是说 c 都是它的 common part 好，然后 ab 来做 factorization 好。你如果说发觉有点复杂的话，把这个 c 不要去看哈，其实就是还蛮简单可以理解的哈。那我们接下来哈继续来观察这个代表的意思哈。那前面的这边呢哈，这是一部分几率。那后面这边呢哈，我们这边又观察到什么事情呢？观察到说哈，我现在如果来看说。好，如果来看这个所谓的这些hidden Markov model， 它互相之间的 conditional independence。好，那我要说，我现在要了解的是，我们可能要再多写一步哈。
好，我现在要了解是 xt plus 2到最后哈，就是从这个时间点哈往右边的这些observation 哈，那我要了解这些东西，我到底要知道什么样的 information 呢？那答案是说，其实我只要知道这个 information 就好了哈，因为这个 information 我们不知道哈。那我们知道这个 information， 那之后呢，其他关于说 xt plus 1或者 pi t 其实都不需要知道哈，我就足以去来做这个估计哈。所以呢，重点的是这个部分哈。那所以其他部分都是可以被删除的哈。好，其他部分都是可以被删除的哈。好，那删除的结果呢？哈，我们就继续写下去哈。好，那接下来我就会把它写开来哈，写成这样子。啊 ，condition on 哈 ，pi t plus 1 equal to j 哈。那大家可以看出来，这个东西其实就是 bj 好 ，bj t plus 1哈。那前面这部分呢，我可以持续的做 factorization 哈，所以它就是长成是这样子哈。好，那这边 condition on 它，那剩下的东西呢，就是 xt plus 1 condition on 这边出现过的哈，就是所谓的就是 pi t plus 1 equal to j， 然后 pi t equal to i 哈这一块哈。那剩下的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它是等于 bj 哈 t plus 1。好，然后呢，结果呢？那前面这一块就是我们的这个熟知的这些transition probability。那右边这一块呢，一样，我们只知道这个 pi t plus 1， 我就可以足以了解 xt plus 1。好，所以它就是我的这个 emission probability。好，在第t plus 1秒。哈，剩下的就是我的 bj t plus 1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完整的 backward algorithm 的这个推导过程。好，那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了 forward、backward 的演算法哈，从这两个演算法算出来答案，那我们可以综合起来，就可以算一个这个 posterior 的 probability 哈。算的东西就是哈，我给定一个完整的 observed sequence 从头到尾哈，然后这时候我来问说当中的某一个moment t 哈。它如果是产出来的这个state 存在的state 是 i， 那它的几率是多少哈？这跟 Viterbi 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 ，Viterbi 是给一个整串的 sequence observe sequence 哈，那我们求一整串的这个 state sequence。那这边呢是给整串的 observe sequence， 但是我们求单一一点的这个 state information 哈，所以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哈。那这个 forward-backward 的演算法呢，其实可以用在说这个posterior probability 哈，就这边的 pi t 停留在 i 哈 ，given the whole observed sequence 这样的几率哈，我们可以用 forward 跟 backward 的合并在一起，或者说fit 乘以 bit 乘在一起，再除以整个 sequence 的几率，就可以得到我这个 posterior 的 probability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假设就是用刚刚这个 casino 的 case 哈，我们可以算算看说哈 ，given the whole day sequence 哈，我们来看看说来算出来它的这个每一个时间点哈，它的 observe 它的这个 posterior probability 是如何哈？譬如说，我们用这张图来说明哈。那纵轴就是我说它是用这个 Faraday's 的这个几率哈。那横轴呢，就是总共有300次的投掷这个丢骰子的实验哈。那我们可以看出来说，我们这个曲线就是代表说整个 posterior probability 的几率可能是上上下下的哈。那当然我们就是说几率如果是在0.5以上的时候呢，那我会猜说很合理的就是猜它是一个一般正常的骰子。如果低于0.5的话呢，我就说它是耍老千的骰子哈。那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切，那我们来对照哈，这个图上面有
这个深色的区域，这个就是代表说实际的答案，意思就是说深灰色的区域是代表是说实际上耍老尖骰子的位置哈。那你可以看出来说，约略来说呢，这些深灰色的区域所对应到的几乎都是 posterior probability 低于 0.5 的 case。那当然当中你可以看出来有些部分是不是那么吻合的，譬如说第三个部分哈，第三深灰色的区域它对应的这些 posterior probability 的这个计算呢，就不是那么的吻合哈。但是整体来说，它的 performance 还是相当不错的哈。那同学可能就会想到很快的一个疑问，就是说给这个 Viterbi 的演算法呢，跟给 posterior 的 probability 这个 forward backward 所产生的这些几率呢，这两个同时都可以得到 hidden state， 那我们到底要采用哪一个呢？好，那我们先来说明以下这个例子，就是说其实这两个产生的答案是不见得会一样的哈。譬如说呢，哈，我们回到刚刚讲的 casino 的这个 model 哈，那 casino 的 model 我们说有一个 transition probability 哈，它是从这 fair to loaded 的哈。那之前 fair to loaded 它的几率是0.05哈，那意思就是说有0.05的机会可能会从正常的骰子置换成耍老千的骰子哈。那我们这边呢，如果把这个几率调降成0.01，好，意思就是说，尽可能的还是在0.99的机会之下是维持好原来是所谓的这正常的骰子哈，只有0.01的机会会从正常的骰子哈转换成这个耍老千的骰子哈。那模型的其他地方都没有改变哈，那这时候会产生什么的情形呢？好，我们可以看看哈，说一样是用 Viterbi 演算法跟一样用 forward backward 的演算法的计算结果如何呢？好，那这边的图跟前页的图一样哈，都是用 forward backward 演算法算出来的 posterior probability 哈。那可以看出来一样，就是说所谓这些几率的这个曲线哈，低于0.5的部分跟实际哈，我们产出了这些真正的答案，就是所谓的深灰色的区域，它有某种程度的吻合哈。我们这边假设我们用0.01的这样的模型产出来一个 sequence， 然后再用 forward backward 演算法哈，然后来帮助我们猜猜看我们可以猜到这些真正的答案哈。那结果就是如这个图所示的哈，就是深灰色的区域是真正的答案，那这些曲线的部分是 forward backward 计算出来的结果哈。那可以看出来说，它的吻合程度还相当的高哈，但是一样还是有一些错误，譬如说中间有一个很浅的、很窄的这深灰色的区域，就所谓的这个 transition 很快的这个区域呢，其实它没有被我们抓到哈。那曲线呢是从 forward backward 所得来的哈。那我们来想想看，如果 Viterbi 会给我什么样的答案呢？那真正的计算结果是 Viterbi 哈，它得到的 the most probable 的这个 state sequence 是 all the way 好，它都是用这个 fair dice， 意思就是说最可能的 state sequence 是全部都是用正常的 sequence 的，意思就是它连一次都不会从正常 sequence transit 到 loaded 都不会由正常的这个 dice transfer 到 loaded 的 dice 哈，这样的情形，这个就是 Viterbi 计算出来的结果跟 posterior probability 计算的结果是不完全相同的哈。谢谢各位。